关公杀人了！关公杀人了！三炮，你怎么看？老大，死者浑身是血，一片狼藉，说明他跟凶手搏斗所致。依我看，这是入室行窃被发现，凶手狗急跳墙，杀人灭口。行窃？何以见得？请看，家具东倒西歪，说明和凶手搏斗时间很久。以死者的身量来看，凶手必定不是高大威猛之辈，半夜入室，身材瘦弱，不是强人，定是偷。有长进，但是不得其法。另有隐情？哪有什么隐情？少卿是给你留面子，你低头仔细看过了？看什么？当然是脚印了，还能有什么？除了邻居的脚印，还有谁的？好像这刀……关公显灵所为。双燕，勘验一下尸身，查明死因。少卿，死者的指甲里面有大量的皮屑。关公的皮屑，哦，那我们拿回去点儿，回去供着吧。关公显的是肉身，还是法身呀？法身。哎，到底是肉身还是法身呢？这问都没用，这不明摆着吗？肉身。不，我说的是，凶手与他搏斗的时候被抓伤，那不就好办了吗？这些皮屑不一定是凶手的，就算是凶手的，也不全是。你们看，他的颈部有大量的抓痕，他抓伤的很有可能只是他自己。关公显灵，一魂夺魄呀，那这案子就破了。破了呀！真的。你想啊，他和凶手搏斗没有假人，只有你的。关公的刀伤了他。关公显灵了，破了呀！破什么了？怎么就破了？谁破了？黄三炮，我要你有什么用？清场！大理寺办案，闲杂人等一律逐出。大人，他不能走啊！他是他的邻居，是他发现尸体的啊！我说你出去。按武德律，这杀人罪按律当斩，知情不报以从犯论处。报与不报，你选一个。
官人饶命啊！哎，官人饶命啊！小的是怕不说得罪您，说出来吧，会得罪官老爷的。我们老爷可比关老爷不好惹啊！那小的说，昨天夜里小人都已经睡下了，突然听到隔壁苏秀在家里有桌椅被撞倒的声音，小人本以为是他家娘子回来了，俩人又吵架了，小人就想着去看看热闹，不是去劝劝架。他娘子人呢？好像是回他娘家了。他二人经常吵架吗？没错，经常吵架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记着，打他娘子过门就这样了。不过吵归吵，倒也不记仇。每次吵完以后，两个人又恩爱的不得了。接着说，你出来的时候都看到了什么？苏秀在家里点着蜡烛，小人就隔着窗户看见苏秀才一个人的身影，在房间里边撞来撞去，撞来撞去，反正就是到处乱撞。这房间里也没有别的人呐。现在想起来，还是这位官人说的对，是被关老爷附体了。你看，你看，那你出入的时候就没看到什么人吗？没有，小人进去的时候就看见苏公子已经躺在地上了。哦，还有那把关公的刀，沾着血，就掉在旁边了。对，就是这把，对，就是这把刀。先下去吧。谢谢官人，谢谢官人。老大，我调查过了，这个苏秀才呀，只是读过些书，弄些酸文假醋的事情，也没有考上个秀才。所以说这大伙儿开始只是挤兑他，管他叫秀才，叫着叫着呀，也就叫开了，啥也不是。他一个读书人，在家里供关公干什么？这个苏夫人啊，是赵孝贝的独女，是习武世家，所以说呢，这供关公啊，可能是从他娘家带过来的习惯。通知过苏夫人了吗？啊，我已经让人去了。你说说，这最近哪儿来那么多奇怪的案子啊？这以前查案子吧，那好歹还给点辛苦费，现在接案子呢，只见着案子一个子儿都见不着啊。给钱了呀。所以呢，在我这儿啊。我没了。没了。你要这样想，你呢就是无业游民，之前呢也没有工作，你呀除了吃还要住，所以呢你帮我工作，我给你提供这些非常公平。但是你现在没有工作。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说过拿那些钱去付这些吃喝，再说不是说好了要两人分账吗？按照你那种分账的方法呀，老娘这店早就被你吃空了。这赔本买卖我不做了，你自己跟他们解释去，就说我不在。四娘，萨摩人呢？萨摩呢？萨摩呢？哦，谢谢你的茶。
是。既然人已经找到了，那咱们就出发吧。去哪儿？办案。不是已经办过了吗？苏秋的妻子今天早上回来了，你不想去问问吗？哎呦，肚子突然好疼啊，去不了了。区区小伤无妨，萨摩兄素来嫉恶如仇，急公好义，就是太过自谦了。没时间跟你自谦了。我每天跟你们这么办案的话，耽误我干活好吗？四娘已经收了钱了，她不会怪你的。为什么不能直接给我呢？给都给了，不好往回要的。哎，你叫什么味儿啊？还有上次的钱，你这怎么叫见利忘义？你把我给卖了你！喂！郑威校尉，一个从6品的武散官而已，倒算不得什么武将世家吧？散官也是大唐命官。那赵校尉是个攀援富贵之人，怎么会让自己的女儿嫁了个考不上秀才的穷小子呢？哎，说的一点没错。我听说啊，因为这个事儿，赵校尉的女儿已经跟他断绝了父女情。为什么？听说这赵校尉啊，妻妾不少，却只生了这么一个女儿，取名思南。因为没有儿子能替他博些军功呢，所以便想嫁女联姻，攀个权贵。因此打小啊，对这女儿特别宠爱，都给惯坏了。嫁女联姻，这也太狠心了吧！就是，只怕你父亲也早有这样的打算吧。我累了，我要喝茶。唉，联姻有什么不好啊？我还想有人给我牵线搭桥，让我连一个公主，从此我就吃穿不愁了。来，子苏。三胖，接着说。哦，对了，后来啊，这个思南姑娘就喜欢上了苏秋，非要嫁给他。可是这个赵校尉啊，死活都不让，非让她嫁给那个已经许了婚的人家。结果呢，这个思南姑娘就说她自己有了身孕，所以这个赵校尉啊就特别生气，从此给她赶出了家门，说今生再也不见。那他孩子呢？哎呀，假的，哪有孩子啊？这夫妻俩到现在都没个孩子。那按照邻居的说法，说苏秋娘子不是回娘家去了吗？最惨的就是这个，她不是回娘家了，而是被苏秋给休了。休了？休了？啊！哎，不是说回来了吗？人呢？周夫人回来没进屋，直接去后院了。上后院去了，好像。啊！这个房间从昨天就一直这样吗？是。那这些杯子从昨天一直就摆在这儿吗？嗯。把这个杯子带回去，让少爷检查一下。是。你是苏夫人吗？是，我是。槐花？哎，我们是大理寺的。你们能不能告诉我，我的相公究竟是遭了什么样的毒手？案发是在昨夜，当时你在哪？你们是在怀疑我？你对外称你是回娘家，可据我所知，你跟娘家早就断绝了关系。我实在是无处可去了。昨天夜里，我一直在大安坊一家叫齐信阁的客栈里。三胖，
你去齐信阁核实一下。是。哎呦，那你们是为什么要闹到让他休了我？苏秋他和有夫之妇私定了终身，他为了讨那女人欢心，才狠下心来休了我。我不像他，我这一生只爱了他一个。这棵树有什么特别的吗？这株花木是我刚嫁给苏秋的时候和他一起种下的，那时候的小树苗都已经长这么大了。如今花木还在，可他的性命还有我们之间的感情再也回不来了。嘿，老大，我找齐信阁掌柜问过了，昨晚赵思南确实住在那儿。一直没出来吗？是，夜里一个人叫了一桌子菜，边哭边喝酒来着，怎么劝都劝不住，还招来一帮图谋不轨的小混混，还是老板亲自帮他出头。那女子的情况你了解多少？她是个有风韵的女子。你跟她相识吗？是致远书斋的少奶奶。书斋？前段时间家里有些困难，苏秋就拿着她手里的几本古书去书斋卖。因为想卖个好价钱，她就时不常的去书斋同掌柜的说话，几次下来，两人便相识了。那书斋的掌柜没有察觉吗？可是你们家怎么会供奉关公呢？赵府向来就是供奉关公的。我嫁给苏秋的时候，那边已经同我断了关系，所以什么嫁妆都没有。是待我的乳娘偷偷的把这尊关公像给请出来的。她说，这原本就是我爹娘给我备下的，既然同赵府断了关系，往后的日子要是难过，就全靠关老爷庇佑了。这么说，真是关公开了眼，帮你杀了负心人？哎，别碰到，他会显灵的。你们也都听到了哦，这回真是关老爷出马哦。这次的案子确实蹊跷得很，死因很明显，致命伤在喉部。可是又有人证明，当晚只有死者一个人。所以我说嘛，啊，这只有关公附体才能干出这事吗？这苏秋与人也并无恩怨，唯一算得上有仇怨的，也就是赵思南了。但是当晚他也不在，而且很多证人可以证明。不是，你是说苏夫人啊？就她那副可怜的样子，怎么可能？三炮啊，你跟那个书斋的掌柜认识吗？不大认识。哦，不过听说那个书斋掌柜最近赚了笔大钱哦。嗯，谁？谁赚钱了？怎么赚钱了？快说！我就说你消息闭塞吧。那个书斋掌柜啊，他最近搞了一批什么古籍，哦，一倒手赚了不少钱呢。是苏秋卖给他的那些古书啊？对，就是那个。这个书斋掌柜呢，弄了一些珍品，然后呢，叫了很多就是有钱的老学究，给叫到一块儿，
说要什么品鉴这些书籍。说是品鉴，其实就是想让他们窝里斗，看谁出的价高，然后哄着人把这些书籍都买了。你咋知道？都是老子玩剩下的，肯定是他当年受过我的启发，所以才想起来玩这招吗？反正呢，不管怎么说，我听说他一有钱，就带他老婆到处玩，反正到哪儿呢，他出手都是最阔绰的一个。带他老婆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没准是小妾呢。那如果是这书斋的少奶奶，眼见着自己相公阔绰起来，而后悔自己跟了苏秋，想回到自己相公身边，但又害怕事情败露，于是痛下了杀手。请。夫人，请各位在侧厢房稍等他一会儿，几位稍后片刻。谢谢。哎，你们说，为什么搞得神神秘秘的？不在大厅等着，把我们拉到这儿来干嘛？哼，你傻呀！现在这个夫人什么情况？她的夫君呢，不知道她在外面跟人私通，而她的情人已经死了，连个下家都没有。这种情况下，当然是能满则满了。就你们还大张旗鼓的跑到人家府上来询问，现在也就是因为掌柜的不在，所以人家才能让你们在这儿等，否则的话，不把你们打出去啊，就算是很客气了。我就纳了闷了啊，怎么那么多人家喜欢养些花花草草，好闻吗？去！你打我干嘛？有蚊子叮你，我把你打死了，你不谢谢我？你打的比蚊子咬的疼多了。嘿！案发当时你去了哪里？昨天白天的时候，他托人带信儿给我，说让我去趟他家。我还纳闷呢，怎么能这么正大光明的去他家呢？到了以后，他才告诉我，他已经休了妻，说要同我私奔。私奔？我真是又喜又怕，同他商量了好久，我们才计划好路线。回到家以后，慌慌张张的过了一夜。今天早上，等我夫君出了门，我就说是细软，谁知道他……你是说，昨晚你跟何掌柜在一起？昨天你去他们家的时候，有没有吃什么东西啊？或者有没有喝茶呢？没有，我没有吃东西，也没有喝茶，我从来都不喝茶的。验毒？验什么毒？这死因不是很明显吗？刀伤灌喉。大人说了啊，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，赶紧的。我都查了这么长时间了，要是有毒，我早就发现了。你再看看那喉咙、那嘴，再验一下。啊，行。看到没有？没毒。不是啊？哦，对，来，你再验下这个。我说你有完没完？什么叫有完没完呢？这老大说了啊，工作要认真。你哪那么多废话？快！咦！好了，你们先进去问，我去洗个手。好。我不知道他吃了什么，为什么这么问？他受是除灶了吗？我没留意，可能是在外头吃的。现场还没清理的时候，这里有一些被打翻的茶具，
苏秋，她平常有喝茶的习惯吗？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品茶。那他可有固定的品茶时间？一早一晚。那他平时爱喝什么茶？这个我不太懂，要不然我去把茶叶给你们拿过来吧。嗯。这个。这是什么人送的？你怎么知道是别人送的？茶叶都包成了小包，每一包是1壶的量，只有茶庄里最名贵的茶才会这么包装。可这样也是为了防潮啊！防什么潮啊？费点料包的漂亮一点，是为了卖一个好价钱，还防潮？用这种小包，若是其中的一包下毒，别人就查不出来了。可苏家现在如此不景气，苏秋如何负担这茶叶的花销呢？是茶庄掌柜送的，他是苏秋的发小。怎么了？这茶有毒？不是什么好茶，品质很差。这茶叶呀，是我送给苏秋的，不是拿去卖的啊，可算不上制假售假。这么说，你们关系不好？当年我们本是要一起参加科举，有天他突然说他丢了钱，非说是他身边的人偷的，先生就报了官。你是说钱不是你拿的？我缺他那点钱吗？原本打算跟他断了联络，可后来想了一想，我现在日子过得还算不错，反倒是他，既没考上功名，身体又不见好。这5年呢，虽然娶了妻子，可过得还是不大顺。那就维持朋友的关系，有空看看他的笑话，时不时的想点点子，羞辱羞辱他也好。什么法子？比方说这茶叶，那我就送他一些碎茶叶，让他去待客，让他去吹牛，惹人笑话嘛。少年人的恶意，那就用少年人的恶作剧去偿还了就好。难道真要把他置于死地？你不知道他已经死了吗？死了？什么时候？你是真的一点都不知情？不知情？所以你们是来查我的？等等，你刚才说苏秋成亲了多久？5年。你确定你没有记错？不会错，不会错。验出来了，苏秋在被割喉前就已经死了。啊！黄三炮！谭双叶，谭双叶，你送给我！你送给我！你吃错药了吗？今天说谁呢？你，哎呦我去！放下！哎呦我去！你离我远点！你离我远点！究竟跟李少卿，我说的些什么呀你？我说什么了？我说什么了？我站那儿！别动！我说什么了？哎，那苏秋一命呜呼的话，还怎么割喉啊？哦，这个，哎，你放下！你们俩到底说什么呢？啊，不是老大，你少说2句，闭嘴，放下！你放我就放。老大，老大那个，你说。少卿，我的意思是，苏秋即使没有被割喉，那天晚上也依然会毙命。之前三炮让我验毒，我还觉得很奇怪，在死者的喉部和肠胃，我都已经用针试过了，均没有发现有毒。后来我又仔细的检查了一遍，发现死者的喉部出现了急性水肿。水肿？你可听说热能动风的说法？热能动风？热了就热了，还能吹动啊？我推测苏秋是个热性体质，若不慎碰到了什么不该碰的东西，便会邪热侵袭。轻则瘙痒难耐，重则……哎呀！老大，你是叫我去办案的吧？那什么，那个……三炮！
这谁啊？这位是李少晴，这个是我的邻居，就是她丈夫发现苏秋的。啊，对对对，还要叫他过来问话吗？不用了，案子已经破了。真的吗？啊，到底是谁对苏秋下了这么重的手啊？你，被自己吓到了，你们一定是弄错了。那天夜里，我一直都待在七星阁里，根本就不需要你在场，因为这就是一场定时杀人案。定时杀人？我想请问一下，你跟苏秋成亲多久了？5年。这是棵槐树，木质坚硬，生长缓慢，年轮间距是2到3分。如果真的依你所说是5年前你嫁到这里来以后种下的话，那么这棵树的树宽应该是2到3寸，而如今它的树宽达半尺以上，说明这棵树的树龄10年以上。这棵树对你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那你为什么说谎呢？你回来的时候不是先进房门，而是先给这棵树浇水。是何原因呢？你并没有你表现出来的那么难过吧？否则你怎么还会有心情给无关痛痒的花木浇水？所以你在这件事上说了谎，来掩盖自己的异常行为。可是这件事情呢，你又不得不做，所以我就推测，你一定是想毁灭关键性证据。水里有毒！啊，这不可能啊！那我们喝的水也是从那井里打上来的，要是那水里真的有毒的话，我们早就死了呀。这水里面确实没有毒，可是即便是同样一盆花，有的人会闻到花香，有的人却会因为花粉不服而狂打喷嚏。苏秋对花生不服的事情，我想除了苏夫人，没有人会更了解了吧？那么在案发当日踏上的茶具里，怎么会出现细小的花生碎屑呢？这不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杯子吗？有什么好验的？妙就妙在，这花生并非是砒霜之流，买起来方便，又不会被人怀疑。可是，就算苏秋是被花生毒死的，这也说不通啊。昨天白天，我亲眼看见苏秋自己从井里打了一桶水上来，总不能是他自己把自己毒死的吧？再说那会儿思南已经走了呀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苏家有2个桶？苏秋家中并不富裕，可他却是个好面之人，他连茶叶的优劣都品不出，却习到了不少穷讲究的毛病。你们可听过一个说法，品茶之人必先养水。养水？这不生孩子哪来养水？将井中的碎石放于水桶当中，静置一些时辰，会吸附土气，使水变得更加清澈。这就是养水。所以苏秋会备2个水桶，以方便使用。你只需要在临走的时候，在其中1个水桶里动手脚，就可以借苏秋之手完成杀人。哎，你慢点，我跟不上了。所以白天邻居看到苏秋用来打水的水桶，其实就是被你抹了花生汁液的那一个。但是呢，他没有立刻使用，因为你要留给自己充足离开家里的时间。所以，你知道在你离开家之后，苏秋一定会先饮用那桶已经静置过的水，然后这桶水还没有喝完，他会再打上一桶水用来静置。而这桶水，正是你延迟杀害苏秋的凶器。我知道了。也就是说，他白天用你打的那桶水，到了晚上那桶水用完了，他就开始用自己打的那桶水了。学着点儿。所以，你能准确推断出，他喝到这桶水的时间，正是他睡前品茶的这个时候。那关公那把刀是怎么回事？
这就是他另一个高明之处。他知道很快就会怀疑到他身上，所以为了混淆视听，他就制造了关公杀人的假象，而且为了洗清嫌疑，还做出这副惹人心疼的样子。可是他那天晚上不在现场啊。我观察过那尊关公像，普通的关公像呢，刀和象身是连在一起，不能分开，而那尊关公像，刀却是活动的，显然是有人故意而为之。不对，那他怎么知道苏秋肯定要用那把刀呢？其实更简单了，他只需要在离开的时候谎称关公像有损，把刀取下来放在供台上，然后再将家中所有的尖锐物品都收起来。你们可以去厨房看看，厨房里一把刀都没有，显然是被人收起来了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苏秋没有在家里做饭，因为他根本就找不到炊具。哎，你倒是说话呀！没错，你说的一字都不差，我就是这样把他给杀了。你这么做图什么呀？啊？当初我放弃了一切嫁过来，却发现我所倾慕的他的才气，全都是抄来的。他若对我好也就罢了，可他偏偏还是个滥情之人。他背着我，不知道找了多少女人。我从小被宠坏了，哪里受得了这个？来一个，我便插一个，一直这样吵吵闹闹的，我也就是忍了。可这次，他竟然说要休了我！我都家里闹成那样，他休了我，让我上哪儿去呢？紫苏姑娘，怎么了？这一晚上都没说几句话，谁欺负你了？没事儿，我就是有点累。我想，你爹不会让你嫁给那种人的。我要嫁的只可能是那几个贵胄子弟，个个飞扬跋扈、奢骄淫逸，能有几个好的？有好的吧？少！我这要是嫁错了人，被欺负，我总不能谋杀亲夫吧？如果真遇到这种事儿啊，我帮你杀，欺负你的一个不剩。
来一个我杀一个，来一个我杀一个，我杀，我杀，杀。干嘛？我长安城大理寺炮哥，我朋友遍布长安城。你说杀谁？我啊？你说杀谁？你定？杀谁？杀谁？杀谁？天夜凉，早点回去休息啊，别冻着。那我先。拿水来！相公啊，相公，你怎么了，相公？相公，水来了！相公，你别吓我呀，相公！相公，相公，啊，相公，相公，你醒醒啊！相公，相公，来人呐！救救我，相公！退朝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现在是政事混乱时期，陛下发脾气也是自然，更何况是皇家金库失窃这样的事情呢？皇家金库失窃案迟迟未能告破，为何不让大理寺接手呢？大理寺另有任用。皇上让大理寺去管东水村的瘟疫，听说那村里的瘟疫闹得厉害，接二连三的死了不少人。看来这大理寺的日子要不好过了。不光是大理寺，这危机若处理不好，这朝廷就成百姓的笑柄了。时局纷乱，各自珍重吧。谭少爷，谭少爷，你说瘟疫这玩意儿管用吗？你猜？老大，这回瘟疫太吓人了，听说当天得当天死，棺材都来不及买呀。我在书上可见过比这更可怕的瘟疫。就你书看得多。哼，切，这可不是开玩笑啊！如果是呼吸道瘟疫，随时有可能扩散到长安城。那怎么办？去死！可是好好一个村落，怎么会爆发瘟疫呢？这总得有个源头和起因吧。据我了解，这东水村一直山清水秀的，别说瘟疫了，人迹都罕至。哎，听说啊，那些尸体特别的有造型感，面部抽搐，四肢扭曲，光想想就觉得特别带劲。双眼这也太恶心了吧！就是，你懂啥呀？切！如果是瘟疫，我们得抓紧找到源头。长安近郊天子脚下，万一扩散就完了。我们明日一起去一趟，你能行吗？当然能行，这样耽误下去会出更多人命的。紫苏妹妹，你可别被吓哭了。我哪次哭了？我就只不过就是对那个东西。哪个呀？就那个呀。哪个呀？反正就是那个东西。你怎么说话呢你啊？怎么了？你以为谁都像你啊？女子汉子，分不清也。慌，怂胖。我哪怂了？我哪件事怂了？你就怂了。我哪件事怂了？怂。我哪件事怂了？够了！老大，我上天入地无所不能，乃居家旅行之必备神器，带着我。这疫病可不是儿戏，还是谨慎些为好。双印，
避瘟病伞可都备好了？当然。对了，我觉得还需要一个人。各位可爱的顾客们，我亲爱的长安好人们，今天凡社举行特别大促销，只要点购5个菜就可以送大家老板娘，也就是我。为大家跳西域舞一段。各位客官，亲爱的长安好人们，这位公子，你想看舞蹈吗？有烤饼吗？要多少啊？1个。公子啊，我看你长得像个饼。四娘，我饿死了，我已经1个时辰都没吃东西了。你没吃东西，老娘还没生意做呢，这都多久没开张了？可是我劳动啊，我用我现在的肉体来换吃喝，怎么了？我不也1天没吃吗？1天没吃饿不死。可是我比你年轻啊。怎么了？但是你看着老啊！三伯，三伯，可怕，四娘。三伯，有案子，东水村的事你知道吗？已经连续死亡4个人了，快跟我走！我听过，就是这个村子的瘟疫害得我没生意做。对，就是这个，赶紧走。不行，瘟疫期间，萨摩的费用另算。行行行，你说的。好。多少？40万。20万。30。哦，好啦，李少卿，我现在算。可以啊，你们2个。气死我了！我要爆发了，想砍人，老天派个杂碎给我砍一下呀！我给你猜个谜啊。不猜，我给你猜一个吧。蹦蹦蹦。切。各位官人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！一路奔波赶到我们这里来，真是感激不尽呐！李正让老小来到村口接应。别说这没用的，前面带路。哎！有老鼠。尝一口吧。渴死我了，总算有口水喝。官人，那水不能喝呀！那水可万万喝不得呀！怎么不能喝？为什么呀？哎呀，李郎他们就是因为这口井给咒死的。老人家，你别着急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前些日子，我们把这口井修缮了一番。哎呀，那几个负责的，包括李郎，全都死了啊！我们觉得呀，可能是因为动了这口井，
惹恼了井中的龙王啊！各位大官人，大官人，各位大官人，久等了，久等了。我是东水村李正，你们也看到了，最近村子里死了好多人，出了这么多事儿，我实在是公务繁忙，还请各位见谅啊。各位赶了这么久的路，一定饿了吧？我准备了些酒水餐食，请各位移步。不用了，双叶，你跟紫苏先去死者家里查看。好。李正，带我们去村里看一下。好，有请，请。哎，什么不用了？我要吃饭，我要喝水。我要吃饭，我要喝水，上一口吧。这东水村一直都这么萧条吗？原来并不如此，真的是土地平旷，屋舍俨然，有良田美食桑竹之属，家家户户其乐融融。可好景不长，没想到我上任不过3年，就变成这个样子，都怪我治村无能啊！所谓大官公命运，大慈悲公命运，大智慧公命运，大般若公命运，大和美公命运，大吉祥公命运，大福德公命运，大功德公命运。这位啊是男主嫂，村里人都叫她神婆。有说种种微妙之音，所谓参婆罗蜜，因是波罗蜜，因禅地波罗蜜，因地地波罗蜜，因禅波罗蜜。他母亲生下他后就暴毙而亡，当月全村开始大旱，父亲离家出走，不知所踪。村里人都把他当作不祥之人，尽量躲着他。官人，这边走吧。官人来了，里面请。这位是我们这儿的仵作。这几个人都是参与修缮古井的。是，我们村就只有这一口古井，年久失修。我让他们几个趁农闲时候修缮一番，谁曾想，他们回来以后，仿佛恶灵附体，每个人都暴毙家中。双叶，你有什么发现？没有外伤，内脏基本完好，死因不明。我们刚进村的时候发现老鼠。会不会是鼠疫酿祸啊？不会，若是鼠疫，皮肤黑紫可怖，断不会像现在这样。尸体可有中毒迹象？我用数种试剂测过，嘴角呕吐物和下身遗屎均未发现毒素。这样。紫苏，捂上点儿，瘟疫，都捂上点儿。你们都捂上，你们都不想活了。你们不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吗？没有外伤，也验不出毒素，还能是什么？会不会是其他疫病？怎么可能？4个死去的都是男丁，什么疫病？传男不传女啊？那就好。紫苏，刚才那个刚死那个人啊，他的表情啊，特别像是被吸了魂魄。各位官人，这些日子辛苦，我来是想提醒各位，村子里晚上有宵禁，烦请各位留在屋中，尽量不要外出。啊？
凭什么不让出门啊？又不是长安城，搞什么宵禁啊？哦，今天诸位也见到了，那个男主嫂啊，就是那个神婆，这些天她的情绪特别不稳定，我是担心。担心什么？别吞吞吐吐，有话快说。这件事说来话长，这个男主嫂啊，生性孤僻，擅长着邪门巫术，经常搞得村民惶惶不安、心神不定。村里人都害怕，敬而远之。这些年，村里陆续发生了一些儿童失踪案件，可是我们查来查去都没有头绪。我们怀疑，失踪的儿童可能与这个男主嫂他的巫术有关。他可能为了祭天，把这些儿童作为了祭品。哦，还有，这个男主嫂啊，特别讨厌生人。我主要是考虑到诸位的生命安全。你放心，我们哪儿也不去。忍。他不会变法术吃了我们吧？诸位放心，我一定尽力的维护好诸位的周全。不用，我们可以保护自己。啊，那就好。那各位官人，我先回去了，在下告辞。带上。哎，别跑！这又死人了，这么想多惨。这2具尸体和李郎等4人一样，没有外伤，也没有查出毒素。谁说传男不传女来着？这一看就是疫病。可惜了，这赵郎过世的早，他一个人养这个孩子可是不容易啊。赵安之，女，23岁；赵莹莹，女，5岁。啊！我要吃饭，我要喝水。啊？拿着吧。哎，小哥，跟你打听个事儿呗。这口老井，还有你们村儿……官人，那边出事了，别管他，您快来，跟我过去看看吧。这个老巫婆当时不该有这样的害人！烧死他！烧死他！住手！这怎么了？你们为何擅自抓人？李正下令搜查传染源，我在他家里发现了这些下蛊毒的符文，这说明疫病全都是这个老婆子惹的祸。烧死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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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来人，把这老巫婆烧了！住手！烧死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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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又想干什么？疫病的事情与这位男主嫂无关。这些符文怎么解释？作为一个神婆，有些符文很奇怪吗？他就是个灾星，如果不把他处置了，我们一天好日子都没得过。你们这群人呐，真是可笑。男主嫂嘴里一直念的，我听清了，是地藏菩萨本愿经。小哥，让一下。男主嫂，他不是在下咒，而是在给大家祈福。
各位官人来村里办案，我本应周全款待，但是村里这样，我连一顿好饭都没让大家吃上。你也不必客气，我们来也是公事公办。诸位，我先干为敬。您这是心情不好？其实也不是，只是觉得物是人非。此话怎讲？今天诸位也见到了，裁缝就是我们的副理正。身为村官，却煽动村民迫害无辜的老人，让我下不来台，让诸位见笑了。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吧。副理正也只是为了尽早破案而已。裁缝啊，是个要强之人，一心呢想走仕途，而我一介药农却当了理正，裁缝他心有不甘，才会处处与我作对。早知道他这么在意这个职位，我宁可不做这个理正。哎呀，哎呦！官人，你怎么了？腹痛难忍，哎呀，请吧。哎呀，哎，切，唠唠叨叨，跟个怨妇一样。唉。三毛大官人，林少卿说有事找您商议，到处寻您不着。哎，我腹痛难忍，腹痛难忍。这里是寒舍贮藏粮食的仓房，大官人刚才不会……啊，没有。啊，是我多虑了，我引您去。哎，走吧。哎呦我去！喂，怎么了？这里面还有鱼呢！有鱼？可不嘛，活的！哎，快拉我上去！
少爷，少爷，哎，少爷，啊对了，老大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少爷快验鱼。验什么鱼啊？这鱼是活的，你傻呀？大家都闻到了，古井今日传出阵阵恶臭，这疫病的源头啊，必是这口古井，一定是之前休憩，触怒了龙王啊！真是一派胡言。我们都是渔民，不如请这位大理寺官人说说看是怎么回事吧。你们来了这么多天，就没一点线索？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这口井实在是地狱之井，一定是通往阴曹地府的，必须得把井封印。对，封井，封井！这口破井可给我们害苦了。哎，我劝你可别瞎说，小心再惹怒了龙王。我看这村子是待不下去了，我们还是搬到别的地方去吧。是啊，大伙儿都散了吧，回去搬家喽，搬家喽！淑珍，你还好吧？村民都陆续搬走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我就觉得这是龙王大怒吗？这帮村民平时肯定没干什么好事儿。哎，你怎么还玩那个鱼呢？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了。老大，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？哪有什么神鬼之说，简直胡闹！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。怎么了？这个傅礼正对这个李七感情有点不一般。啊？哦，他俩能扯一块去？你发现什么了？昨天晚上他俩见面，从肢体语言上判断，他俩之前关系匪浅。傅礼正对李七应该余情未了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他杀害李郎的确是有可能。那其他村民是怎么死的呢？难道也是他？当年他费尽心思也没当上李正，心中肯定记恨那些村民。今天把大伙召集起来，是有件事情我要告诉大家。之前村民的死因与什么水鬼龙王的根本没有关系，因为就在昨天深夜，大理寺的官人们发现李氏与咱们的傅礼正就在这古井边。我万万没想到你居然干出这种事情。当年你和李郎都喜欢上李氏，我们都知道，可她毕竟已经嫁人了，你就应该放下。同年选举李正，乡亲们不认可你，让你落选。没想到你怀恨在心，想先杀死李郎，再往井里下毒，想害死全村百姓。你好毒啊！来人，把傅礼正给我抓了！你这个畜
我要杀了你！我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。可不是。怎么了？子苏，那个傅礼正一直不认罪，他死活都不说他下了什么药。你说这怎么给村民医治啊？那些喝了水的村民很有可能再次会有生命危险。哎，萨摩，你不是学过一点医术吗？都还没找出是什么原因，怎么医啊？那找些强身健体的药也行啊。好吧，我上山一趟，采点草药回来。哎，干嘛？你不在，万一有狼咋办？有你陪着我才安心。啊！怎么了？发现草药了？那个李正以前是个药农。对啊，他自己说的。我不过一介药农，却被村民们选举为理政。哎，你不采药了？不用了。那你倒是自己把东西背回去啊！萨摩，你采完药了？怎么一个人啊？李治呢？没时间多说了。子苏，你是不是了解长安的地貌啊？你画一张东水村所在位置的地图给我。画地图干嘛？别废话了，快啊！是这个吗？我也只能画个大概，可能有的地方也不太清楚。明白了。什么人？是萨摩大官人。这么晚了，您在这儿干什么？那这么晚了，你又在这干什么？傅礼正被你们抓走了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负责全村的安危，我当然要巡夜了。刚好，我打着灯笼，送您回去休息吧。等等，关于这口水井呢，有个问题我一直没想明白。哦，这是一口水井，怎么会有恶臭呢？又怎么会有鱼呢？这口井，别提多怪了，发生什么邪门的事儿都不觉得奇怪。除非这口井的井底啊，和别的水道相通。萨摩大官人，这天色真的很晚了，我看您就别在这胡思乱想了，还是让我送您回屋休息吧。哎，这东水村真是块宝地啊！临近是皇家金库，宫中派了重兵，层层把守金库。但谁又会想到，这样一个小村落的水井里，却有一条连通金库的水道呢？难怪金库失窃案迟迟未破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最初死的4人，正是帮助你挖通地道的吧？什么？你说李郎他？没错。你手腕上那个金镯，无论花纹和成色，都刻着皇家专用的纹样。唯一合理解释，自然是李郎在金库中偷来的。
凭你一人之力想挖通这地道，实在是太过艰难。但如果你假借修缮水井之名，安排其他4人在农闲时开工，这样一来，即使运送土石出来，也不会被人发现。只不过事成之后，你却为了私吞财宝，残忍地将4人毒害。你放屁！这位仵作刚验过尸，他们并非中毒而死。哼，我一开始也被你蒙住了。双叶验不出毒，只是因为这是一种随处可见的毒——白蕈。白蕈能使人气管收缩窒息而死。由于是菌类，使用后被胃液融合消化，血中的毒消失，所以不易被人发现。这种白蕈长在深山里。试问平时谁会去那种地方？只有你会去，因为你是个药农。你杀了李郎4人后，我们就来到村子里。你本以为在溪边扔几条死鱼，再嫁祸给男主嫂，就万事大吉了。可你怎会想到会遇上聪慧过人的萨摩多罗呢？畜生！畜生！你为了陷害男主嫂，偷偷潜入他家里放巫蛊符文。久等了，久等了！我是东水村李正。不料肩头沾上了男主嫂家用作巫毒人偶的稻草。你为了转移我们的调查方向，又将莹莹母女毒死，也太狠了吧！你作为一个李正，以保护村民为由，在村子里巡夜，便有了杀害母女最佳的作案时间。我说的有错吗？哦，对了，我还去查看了你家的仓房。仓房原本应该用来存储粮食的，可为何粮食却被你随意堆在仓房门口？显然这里曾经存放的东西比粮食贵重得多，那就是你在金库中偷到的金银，再加上仓房地板上有新近搬运重物的划痕，应该是你听说大理寺要来人，所以马上匆忙转移了财宝。可怜那个乞儿，恰巧看到你转移财宝，也被你用毒鱼所杀。你为了让人远离水井，故意把井水弄得恶臭，所以财宝应该藏在井中吧？你个畜生，害死了7条人命，拿下！居然都是李正干的！他真是禽兽不如，天理不容啊！这些猪狗不如的东西！那赃物现在何处？正如萨摩所言，已沉入井中。我来了！来人，酒呢？都多长时间了？把人当空气啊！人呢？来啦，来啦！恭喜李少卿，贺喜李少卿！恭喜啥？成功破获皇家金库失窃案，追回赃物，皇上龙颜大悦。捎你些什么好东西没？当然没，这本就是大理寺分内之事。我怎么听说皇上当朝就赏赐了？有我们家萨摩一份吗？一个小玩意儿，他留着没用。哎，你别给我来这套啊！案子是你们一起破的，赏金见者有份。头晕。哎，你少装蒜。哎呦，不行！李少卿，我希望你不要来这套。这个，今天我先回去，
那个改天再喝。每次都这样，可以有新招吗？这个我没喝的，这个就退了啊。哎，我说你这人，东西落这儿了。那就是御赐的，归你了。你看下面那个，你看他的写的嘛，他那么有出息。我去告诉公子，夫人叫您吃饭呢。公子，公子，来人呐！来人呐！不好了，公子他来人呐！不好了！我的儿啊！你死得太冤呐！夫人，使不得呀，夫人，夫人，夫人。这是公子的衣服，怎么会落下来呢？天哪！儿啊！世时刀立铁，与无量香华，天衣诸影，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仪，一切众会俱复瞻礼，合掌而退。夫人宽心，小僧已为杜公子诵经超度，公子当以往生极乐。待贫僧去点上香烛。夫人，快来看看！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！老规矩，前2位免费，后面不管多少位，算不准，一概不收钱。这位姑娘请坐。这位姑娘，眉宇隐隐发黑，身上有阴气，却不似恶鬼缠身，一定常与往生者打交道。可否借我手一看呢？到底准不准？你是仵作吧？我是个仵作。大师真是必须传啊！真厉害，厉害！
哎呀，这位姑娘月得生辉，红鸾星动，眉目中含羞带臊。姑娘此番可是来求姻缘呢？这件事情只有我跟家父知道，从未向人提及。您是怎么知道的？上归天道之法，不可说。排累了就进来坐会儿吧，有席上的好吃的好喝的，来拿个号。里面没位置了啊！几位客官，往里边请。哎，照顾好了。好嘞。帮忙叫个号。快点儿。下一个。该。先生，帮我打一卦吧。您是杜老夫人吧？是。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您老千万别悲愁垂涕，节哀顺变吧。不瞒先生，我那过世的儿子又回来了。少妇玉女，收摄不详，登山拾猎，佩戴印章。头戴华盖，足涉魁罡，左扶六甲，右卫六丁，前有黄蛇，后有乐章，何神不服，何鬼敢当？急急如律令，急急如律令。什么？好吧。什么？哎，这都是我分内的事，你安心走吧。就是这样了。就是哪样了？就是这样了。就是这样了。杜公子迟迟未出现，必是已经安心投胎了。夫人，这是好事啊！哦，阿弥陀佛，还不快给大师拿酬劳！呀，紫苏妹妹，来得挺早的呀。紫苏姑娘，你骑马来的？我来的时候他就在这儿了，我看他一直在这徘徊。我猜，死者应该是他的主人，尸体就在后面。啊！死者的身份确认了吗？死者叫李牧，跟那个杜成一样，今年同时考生，而且都中了解元。紫苏，我们看一下。我们在死者身上发现一块绢帛，上书2句血诗。纵使东巡也无益，君王自领美人来。这不过是凶手的障眼法，为了混淆视听罢了。这样就可以把一切罪责都推给鬼魂了。但我查看过这2人的考试记录，水平相差甚远。啊？这么说来，真的是那杜成回来索命的？实际情况是，这个李牧作答相当漂亮，反倒是那个杜成悬偏离题千里，2人之间根本不可能存在抄袭现象。这李牧会不会和其他考生？他的答卷独1份，今天赚大发了。
那尸体真的是太厉害了。怎么了？哎，别说！哎呀，我说，别说！哎呀，我听不了这个。你说。这尸首分离，头颅和身上都有皮肉伤，应该是在骑马的过程当中，先被斩首，然后坠马的。他是在马上被斩首的，还是跌落下来以后被斩首的？如果是先坠马的话，那头颅应该就在附近啊。可如果是在马上被斩首的话，就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样，身首异处。马上被斩首。从伤口的擦伤程度来看，这马奔跑的速度应该相当的快。在那个速度下，若想偷袭得手，出刀的力量、速度和准头缺一不可。凶手必是江湖上1:1的高手。你想啊，死者的头颅。头！啊！自作！快跑！自作！快！自作！出来！大晚上的不请自来，什么意思？你千万别怕啊！有我呢！我告诉你啊，所有的鬼都怕我，放心好了。怎么了，你们两个？我真见鬼了！死去的书生回来索命来了，死人的头擦飞出好几丈远。子苏别怕，就在你们隔壁的南小街。好啦，喝口酒压压惊，喝口茶定定神。你的酒，三炮。子苏妹妹，你的茶。我去睡了，走的时候把门带上。干嘛？贪收费。知道了。这茶。一杯茶，一杯酒啊。四娘，你家的茶好辣。好酒。出来。小的是李牧家的家丁。今天夜里，你可有发现什么异常没有？小的早就伺候公子睡了，可是后半夜听到公子的房间里有响动，接着公子就跑出门，径直走到马圈，骑着马就冲出去了。公子好像魔怔了一样，小的还听他不停地喊着什么“冤魂索命啊”。公子真的是被恶鬼缠身了。李家附近就只有这一条小路吗？啊，你在上面干嘛？你管我？我登高望远，思路比较开阔。我问你，死者生前可与同住宣阳坊的杜成认识？我们家公子跟杜成是同窗，曾经拜在一个先生门下，不过这也都是3年前的事儿了。那这3年间，他们之间来往的多吗？以前时常一起吟诗作对，后来也不知道咋回事，来往就不多了。胡闹！这位李介元平时出门喜欢坐车还是骑马呀？平日都是骑马。我们家公子骑术了得，我们早就劝他别骑太快，没成想，绝了！你看这颈部的切口也太过整齐了吧？估计这次这个凶手你肯定打不过了。什么意思？你看这个切面多漂亮啊！别说在马上，就是死者站着任由你砍，你能做到吗？这个人力大无比，他可真是一刀下去。能一刀取人首级者，能有几人？既然死者是在马上被斩首，说明这个凶手的身长恐怕也异于常人呢。夜叉在世也不过如此了吧？听说没有？那个骆驼上吊够长了，昨天晚上黄昏索命，杀了介元李牧，还把人头给割了。哎呦，还有这事儿！不止如此，还留了一手血诗呢。
纵使东巡也无益，君王自领美人来。君王就是考官呐，美人就是李牧，意思是李牧会领考官，舞弊。八部，小二，来壶花茶。哎，客官，这是菜。大师啊，我儿子回来了！我儿子回来了，大师。你的胡子呢？喝酒。这样显年轻。哦，大师啊，昨天晚上他们说我儿子回来索命杀人，一定是谣传。您明明劝他投胎去了。哎呀，真是谢谢您啊！我知道您不便说，点头摇头即可。哦，他绝对不会现身的，我估计已经转世了，没准都出生了。好啊，太好了！愿他生在富贵人家，少吃些苦。多谢先生了，这是给先生的报酬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小事情。我先出去了。干嘛呢？这忙不开呢。我肚子饿了，我出去打个牙去。恩人，你何必出去吃啊？我做菜的手艺还算不错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我这就去做菜给你打牙祭。当真？啊！你不是想把银子拿回去？啊不，我要这钱做什么呀？这都是你应得的。不过，您能不能再帮我问问？成儿转了世，他今生过得好不好？小意思了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要不咱们先去看看厨房？您请，这边请。我是西域人，口重，酱油佐料您只管多放啊。四娘，你可知道这长安城有哪些善于刀斧的人？长安城最善用刀斧的人，就站在你面前。那你可有把握，一刀就把人头砍下来？干什么？我就是让你看看，我这是吹弹可破的肌肤，还是硬邦邦的铁疙瘩。我要是能一刀斩断人头，我就去刑场了。我还在这儿干嘛？刚才已经都打探过了。昨天夜里啊，长安城里那几个刽子手都在一起喝酒，在畅谈那个如何能让人死得更愉悦。四娘，最近长安城里有没有什么外来的能人异士啊？消息还没探呢，又想要紧。好吧。老板娘，有黄酒吗？我腌肉用。有的，我去拿。老大，我们就不应该来，不应该带钱来。客官，里面请。姑娘这是怎么了？小二，没事吧？喝醉了，怎么叫也叫不起来。这位官人，您是？大理寺少卿李治。二位客官慢走。你可知道你儿子跟李牧的关系？以前成儿和李介元是同窗，近日他们有无局语？这个老身就不知道了。你这次是来探案，不是跳大神的。知道了啊！几位官爷，慢慢看吧。要没什么事儿，小的先行告退了。去吧。等等，去把那些显字的纸钱拿给我。好。不是，老大，我突然好热啊！我出去凉快啊！站着。不是我三炮上房。好嘞。你去哪儿？上房啊。这儿。这儿怎么了？
看看这火盆的上方这梁上有没有铁环之类的东西。哎，怎么样？有灰。说正经的。有铁环。确实有个铁环。哎，你咋知道的？铁环？这就没错了。窦成的衣服应该是用丝线吊起来，然后从上面的铁环固定，丝线断了，衣服自然就会掉到这个火盆里。官爷，纸钱来了。这个纸钱上是不是还残留着乳臭味啊？所以呢？所以会显字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应该是有人事先用了乳汁，在这上面写字。当纸钱靠近火盆一受热，字就会显形了。低级骗术，不值一提。这纸钱有谁动过？这纸钱是从寺庙买的，买来的时候是新的，我拆的，之前没有人动过。三毛，你再看看那边的灵牌。我都看过了，没问题。哎，三炮啊，你去看看，看看有什么机关没有。老大吧，这死者为大，你知道吧？去，要不我去。有什么好玩的吗？哎，双叶，你来啦！啊，快去！四娘让我来告诉你们，她那边收到了风声，说长乐坊东顺大赌庄最近新招了2个力大无比的高人保镖，身长9尺。哇，9尺！哇，那可真算是高人啊！三炮，啊，跟我走。哦，就是嘛，这灵位也没什么好看的啊，我们去赌坊吧。啊。哎，这书生我能去玩会儿吗？这里又没有其他人，自己看着办喽。搞啥子嘞？我们是大理寺的，听说贵赌庄新来了2个西域保镖，请二位出来相见。哎，你敢让我们老大吃闭门羹？你什么意思啊你？三炮，上！哪个喊你们进来的？不是活了噻？干啥子？啊！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官人手下留情啊！几位今日前来，究竟所谓何事啊？哎，老板，您放心，我们不是来要钱的。把那2个西域保镖叫出来问话。还请少侠高抬贵手，那2个保镖是小人捏造的，本庄并没有这2号人物。不是，那你编的瞎话干嘛？只因本庄近期经营不善，赔钱太多，实在是拿不出钱来呀。为保平安，方才出此下策。几位官人明察呀，小的绝无恶意，只是借保镖的说辞来震慑那些别有用心之徒啊。把你们庄内武功最高之人叫出来问话。就是他。你之前拿杜成和李牧开赌盘，押错注才输得那么惨，难道开盘前没有跟那杜李2人联系好吗？哎呀，官人们呐，这次小的是当真没有联系过那2人。但我在开局前呢，把2人的诗作找来对比，确认了杜成的才华远非李牧所能及，所以我就特地做了一番挑选，在李牧的作品中差中选优，杜成的作品中呢就优中选差，然后供投注者对比参看。所以，你误导赌客们投注李牧，却没想到李牧会中解元。是啊，谁料到那李牧竟然事先买通了考官，提前得到了考题。那李牧为了铲除进题杜成，就假作好意，告诉了杜成错误的题目，那杜成才遗憾落选呢。我问你，你当真觉得，如果凭实力的话，杜成能赢过李牧？
小的以性命担保，那杜成才华盖世，李牧绝非对手。哎，快来快来快来，你们快过来看看！哎，快点快点！怎么样，有发现吗？我已经把他从脚趾头研究到头发丝儿了，现在他的骨骼情况我可是了如指掌，比他娘还清楚。只可惜啊，他们家的家仆碍手碍脚的，非不让我把他给剖了。你别裹乱了。哎，老大，我这没什么发现，就发现一卷风筝线，但是没发现风筝啊。这不是风筝线，是冰蚕丝，这就是杀死杜成的凶器。什么？冰蚕丝来自于西域，极其坚韧锋利。我在那条小路的树上也发现了冰蚕丝的勒痕，树上冰蚕丝的勒痕位置很高，寻常人从树下走过不易被发现，但骑马就完全不同了。这位凶手先是深夜潜入李牧家中，假扮杜成还魂，李牧心中有鬼，所以才会慌不择路地骑马离开。而他家门口只有这么一条小路，他身上的擦伤证明他当时骑速极快。经过那棵树时，李牧的头颈被冰蚕丝瞬间割断。我安排三炮暗中搜查几位当事人的房间，有了物证，再想查真凶，自然就易如反掌了。那真凶就是杜老太太啊！当初她到我们店里找萨摩算命，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把一切都往鬼魂夺命上想。这些显字的纸钱也是她之前预备好的。她利用丝线把衣服吊起来，衣服就会掉下来。还有，让我随你去了吧！我还活着干什么呀？杜老太趁人不备拔掉了护双，使衣服掉落。之所以怀疑她，是因为当时只有她一个人靠近过这根柱子。这个杜老太看似手无缚鸡之力，若不是发现这卷冰蚕丝，我也不会怀疑到她的身上。不是，老大，这不应该吧？那你说这杜老太太图啥？等等，快来看我家程程。程程？哇，这尸体太带劲了！你就可劲儿折腾吧。你看他颈部的勒痕，好赞吧？杜成是由什么字眼而死啊？他们说是白灵。哦。咋了？难道死因有变？杜成不是自缢而亡，而是死于他杀。他的脖子上叠了2层伤痕，位置相同，所以不易被人察觉。仔细看，会有细微差别，一条是粗糙的麻绳，一条是齐整的白绫。我感觉这是一起连环杀人案。那个杜老太太怎会杀自己儿子？老大，你又说错了。三炮啊，再去查一下2个死者之间的关系。好嘞。哎，我让你去了吗？去吗？去吧。去。那杜老太有杀人动机，却没有作案时间。李牧死的当晚，他一直在灵堂，有仆人可以作证。哎，小师傅，跟您打听个人，你们这个寺里有没有一个干净的师傅？干净的师傅，就是整洁的师傅。师傅，我们是问之前被杜家请去超度的那位师傅。哦，2位施主是找净放师兄吧？请随我来。干净、整洁。师傅，我们这是去哪儿？去藏经阁。净放师兄在藏经阁受罚抄经书。啊？
他为什么受罚？我们觉得也很奇怪。剑放师兄一向脾气都很好，但是就在前几日，因丢了扫把，跟师弟动起了手，这不就被受罚到藏经阁抄经书了。每日下午都去，估计得抄半个月。二位施主，这边请。师兄，有2位施主求见，请。阿弥陀佛。净放师傅，我们呢正在调查一起谋杀案。哦，前几日我们在杜家见过的。你是那日招魂做法的术士？没错。能不能给我讲一下，那天你在杜家看到的情形？贫僧走进灵牌的时候，听到有细碎的声响。起初只顾着燃烛，并没有在意。后来那声音越来越快，越来越急促。那时贫僧身边并没有人，循声后才发现，原来是灵牌上凭空出现了字，一点点的，还血淋淋的，就像是有个鬼魂，攥着刀，站着写在刻字一样。我听说前几日你都在抄写经书，那么忙，怎么还有时间去杜家帮忙啊？方丈把抄写经书的时间放在午膳后，那日夫人清晨来请，并无妨碍。你好好回忆一下，当日那个灵堂可有什么异样？冤魂显灵，戾气冲天，唯愿逝者早登极乐。阿弥陀佛。告辞。二位施主，外边有人找你们。总之，李牧的书童告诉我，3年前有个教书先生家境贫寒，为了补贴家用，便答应和杜李2人共同应试，为其舞弊。当时杜李2人的资历和才情都差得很远，杜成在考前就退出了。但是李牧为人急功近利，他参加了，所以才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。那为什么只有这位先生吃了官司？东窗事发后，李牧把自己摘得干净，把责任全都推到了先生身上。先生后来找到了杜没有答应帮他作证，因为他怕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。后来这个先生积郁成疾，投河自尽了。杜成也是因为此事，才跟李牧疏远了。这都是3年前的事情，和本案有何联系？他先生是死了，但是先生留了一个儿子，现在已成了孤儿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这孩子还活着，为父报仇也说得过去。我们去找子苏吧，让他查查当年的卷宗，看还能不能找到这孤儿的下落。小师傅，我想打听一下，你还记不记得净放师傅那天跟你打架，伤到哪儿了？脸上和手上都有，不知道身上有没有。那是抓伤呢，还是淤伤？淤伤和抓伤都有，但不过恢复得很快，现在都差不多好了。哎，那你还记不记得他跟你打架是几日啊？是9日前的晚上。净放师傅来这寺里多久了？哦，我来这儿有2年了。师兄比我早来1年左右。多谢。哎，我们可以去逮捕净放了。回来了，黄三炮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忙了一天，辛苦了。还行。想喝茶还是喝酒啊？喝酒。没问你。你呢？酒。好，咱们喝酒。子苏呢？喝多了，楼上歇着呢。咦，杜老太太去哪儿了？在这待了1天，回去休息了。回去了？她不是答应要给我做好吃的吗？她不给你做好吃的，我给你做好吃的呀。你
怎么，给你点颜色，你就开颜值库是吧？赶紧跟我说说案子。这个不错。包子，卖包子。从线索到底，敬放就是教书先生的姑子，也正是他杀了杜成和李介元，目的呢，当然是为父报仇。为什么？你没有把过程告诉我们呀？跟不上你的节奏啊？为什么？首先呢，我观察到，敬放在抄经书的时候是一个左撇子，而藏经阁的大门呢是双开大门，需要用2只手的手掌同时给门打开。但是敬放师傅不是，而是选择了用右手推开右门，再用右手推开左门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他左边的手掌心当中有伤，而这伤是他对李牧行凶时使用冰蚕丝所致。即使他在手上缠了好多布作为防护，还是被冰蚕丝勒出了伤口。逮捕他时，果然在他的掌心发现了又细又深的伤口。那为什么要查他们打架的时间呢？这就是他聪明的地方。他突然转性，去跟小师弟打架，正是为了要掩盖他脸上和手上本来就有了伤痕。他为了制造鬼魂杀人事件，首先用麻绳狠狠地将杜成勒死。可是他没有想到，他勒死杜成的时候，杜成会用尽全力挣扎，手会向后用力地乱抓。因此他在故意伪造了杜成自杀的现场之后，趁着夜晚看不清楚，故意找茬，与急性子的小师弟打斗，只为了用新伤掩盖旧伤。我去问过那小僧人，他们打斗那一天正是杜成死的当晚，因此才确定了敬放的犯罪事实。你刚才说，我儿子不是自杀，而是他杀。我的儿啊！如此说来，这一切都是敬放设计好的。敬放被抓时，承认早前李牧曾去寺庙祈愿，希望能中戒缘。敬放便看准时机，挑拨他除掉禁地杜成。至于那纸钱，本来就是从寺庙当中取回来的，一定是敬放之前做了手脚。至于灵位，应该是他事先备了一块涂了当归、雄黄与奇楠酒的牌子，点上香烛，奇楠酒遇热挥发，奇楠粉与当归和雄黄发生反应，灵牌变色。不过，我还有个问题没想明白。可是案件到这里，思路清晰，证据确凿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敬放当时不在场，那他是如何操纵衣物，使之落入火盆当中的呢？是我。成儿走了以后，敬放找到我，表明了身份。他还告诉我，成儿并非落榜自缢，而是被李牧所害。我当时听了，心里绞痛难忍，便答应和他一起谋害李牧。我初次到这里来求你们做法，也是他授意的。他说，只有这样先做铺垫，才能洗清干系，才能制造鬼魂杀人的舆论。设计纸钱、衣服，还有特别请敬放来做法，都是为了让大家误以为是成儿还魂，扰乱视听，以便洗清我们的嫌疑。杜老夫人，请你跟我走吧。是。这坛酒送给紫苏姑娘。杜老太太，紫苏姑娘不能喝酒，她昨晚喝了一口，到现在都没醒呢。
成儿生前也是不胜酒力，每喝必醉。我就特意为他酿制了这种酒，酒香浓郁，喝多少也不上头。可成儿还是没命喝它了。愿他来生的娘不会像我这么老糊涂，就把它送给紫苏姑娘吧。等等，他有苦衷，又是从犯，放他一马。他若以合谋论处，难逃死刑，但他也是受人所骗，或许可以从轻处置。理智，姑娘，费心了。重判也好，轻处也罢，终不过是拖着这把老骨头了此残生而已。来，再来坛酒。还喝啊？今儿都第3坛了。哎，今天我看那人有点邪，人头落地之后直勾勾盯着我，我得多喝点压压惊。可是官爷，您再不出城，这城门就要关了。好，走了。客官慢走啊，有空再来啊，客官。你也喝多了啊？哎，又香又脆的蒸饼，吃一个想2个了啊！快来买啊！蒸饼、胡麻饼都有啊。嘿，好，蒸饼、胡麻饼刚出锅，来2个。好，热腾腾的胡麻饼蒸饼啊！哎呀，行了，快点，快点！您稍等，马上走了啊。拿回家别放着，吃着吃，好吃您再来哈。你怎么想起来过来了几天？那个3斤蒸饼好嘞，把我给吓着了啊！还有事能把你多少钱啊？你那么大胆啊！30文，都把我吓懵了，坊间都传这事儿呢。哎，你不用说我都知道，
你说的是刑场那事儿吧？是啊，客官真是太邪了，坊间都传遍。别烫着，我听人说完头皮直发麻呀。啊，两位，你们说啥邪门事儿啊？我也想听听，说说呗。昨天刑场有个叫李三的被斩首了，你听说了吗？听说了，听说了。他呀，昨天夜里来索命了。对呀，这也太吓人了。这件事儿啊，都传遍了。那个砍李三头的王大柱死在刑场了，邪门吧？刽子手死了？可不是吗？都说是李三回来报仇了。哎，我还听说有人昨夜看见李三在大街上游荡，不由得你不信呐。这光天化日之下，这鬼魂之事啊，不可信，不可信啊！你不信？那王大柱的尸体还在刑场躺着呢，你要不信就去看看吧。哎，你的饼。老大，老大，有消息，有消息啊！想先听好的还是先听坏的？好消息。柳安坊新开了一家蒸饼店，我排了一上午，终于让我抢到了。怎么没反应？我一口都没舍得吃啊！你不是吃过了吗？哪儿看见的？葱。那坏消息呢？我在买饼的时候啊，听见有人说，昨天被斩首的那个李三儿夜里回来索命来了。被索命的那个刽子手啊，现在还在刑场躺着呢。哎，老大，还没吃呢，还没吃呢。哎，不是，今天中午加道菜啊，蒸饼，限量。四娘，给我留一块啊！你说你昨天真的看到李三了？这怎么可能啊？我也不信。让一下。这是谁家的闺女？这种地方也敢乱闯？不怕关？难道不怕危险？仵作长得这么好看，还真是可惜啊。官人，什么？那尸体阴气太重，一个弱女子不宜太过接近。哼，那可不是弱女子。死者是被李三索了性命，尸体上很有可能沾着阴气，靠得太近，容易被恶灵缠身。一派胡言！一派胡言！你一派胡言！昨夜，小的正打算睡下的时候，忽然听到窗外有响动。小的原本也不信这些神鬼之事，若不是昨夜亲眼见到李三在大街上游荡，有谁能相信把头缝上还能复活呀？站好了。死因已经很清楚了，尸体面目青紫，舌尖突出，而且脖颈处有明显的勒痕。勒痕？哎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！哎，接过。哎呀，你看，真是大柱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了？这是大柱之妻呀。我们都是大柱的邻居，都是老街坊。我们听说他出了事儿，就都赶过来了。你把他先送回去吧。啊，好。走，闲杂人等，不宜再自救。都散了吧，没什么可看的。行了，走吧，走吧，散了。来，接下来我们还有更精彩的压轴表演啦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全长安独一份啦！哎，最近这事儿真挺多的，够累的。大家辛苦了啊！来，找了咱好久，犒劳大家。来，光闻这香味我就已经醉了。行，来，行。哎，我说兄弟，哪儿来的这坛好酒啊？你们可别多想啊！
就这一坛，多了没有？是吗？还不多喝点，快点，来，多喝点，别说了啊！干，来干！哎呦，真不错啊，这好酒。哎呀，忽觉阵阵妖风袭来，扯呼！怪爷，您这事业心很清晰啊。3坛，案子破了，酒就归你。 4坛，他真的死了。你可有听过最近的传言？坊间传闻甚多，不知大人指的是哪一件？有人看见你亡夫昨天夜里在大街上走着，头是接回去的，还锁了那王大柱的命。贱妾有一事相求。再说。 这事埋在我心中已久，可又不知道上哪说理去。实不相瞒，我家李郎是含冤而死啊！不知各位官人可曾听闻过沉香酒铺？知道。在附近小有名气，酒香而且便宜。真的？哪儿的？对不住各位官人。 贱妾不能见血。啊，还不把血擦了？说到这沉香酒铺，正是我家官人多年来的心血。这酒铺名声出去了，却招来了大祸。 来，1、2、3，开炉喽！哎呀，闻真香啊！好，我也尝尝。好了，真是好酒啊！这一坛搬过来。确实不错。哎，走，这给我。哎，慢点啊。还有菜，咱们一起。对，大家把这坛灌满。咱们家酒啊，卖得可好了。 新酒出炉喽！来，我来一坛，别洗，每个都有，拿好了，每个都有啊，别洗了。来，就知道你家这酒了，好，给您。特别香啊！请问这家酒铺的主人在吗？酒已售罄，不知公子找我何事啊？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李三喽？小的不敢当。有客人来了，上茶。这就来。久闻沉香铺的大名啊，今天总算是眼见为实。区小店不值一提。我也开了一家酒楼，叫斋月楼，好名字啊。不知你是否愿意和我做个交易？公子请说。据说。 沉香酒楼有一张祖传的方子，只要你肯把方子交给我，我愿意奉上丝绢100匹，锦20匹。你先出去。好。公子还是另寻高明吧。小的一个破方子，不值得公子100匹丝绢。你是不是再多考虑几日？不用了，方子是不会卖的。公子也知道，这方子是世代相传。 我若是将这方子转让给外姓人家，岂不是要被老祖宗责骂？哼，好，不卖，我会让你后悔的。闪开！发生什么干啥呀这？ 开走！怎么还抓人？干什么呀？还卖什么酒？有人喝了这铺子里的酒，死了！啊！冤枉啊！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走！冤枉啊！根本不可能！冤枉！是我们进去了。
三郎！三郎！我看这里李郎被打入大牢，酒铺也被查封了。现在人没了，铺子也垮了。那沉香酒铺的酒，可还有剩余啊？都在我家酒窖里。现在我家中还有几坛，正好。能不能拿过来？你想到了什么？没有啊，既然有好酒，不喝白不喝嘛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长安城流行的口汁，这是用朱砂、蜜蜡炼煮净色，加入香料后冷凝而成的。干什么？哎，干什么？哇，真的是特别的俊俏哎！是吧？官人请看。闻上去倒是好酒，不过是不是真的好酒？能喝上一杯就更好了。哎，这酒可喝死过人。你可认识花三弟啊？不认识。那你为什么会杀害王大柱？官人何出此言？我一妇道人家，怎会行杀人之事？人当然不是你杀的，而是你指使花三弟去杀的。你在胡说什么？花三弟今日早晨端了一坛好酒，我一闻那味道便知是你们家的酒，而且花三弟这人沾酒必醉，3杯下肚就什么都说了。难道你还不承认花三弟的酒是你送给他的吗？贱妾不应该骗官人，这酒的确是我赠予花三弟的，可是我从未指使他去杀害王大柱。这王大柱与我无冤无仇的，我怎么会？王大柱可是杀了你夫君的。如果我推测的没错的话，那日在街上出现的李三，也正是你让花三弟假扮的吧？你不甘心你的丈夫含冤而死，为了引起人们的议论，所以你就制造了死人复活的假象，好让官府重新介入调查。我说的这些都没错吧？官人说的句句属实，我实在没有办法才出此下策。可这王大柱的死与我并无关系，望官人明察，望官人明察啊！回来啦，萨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有点事要问你。问吧，只要我知道。今天你给我们喝的酒哪儿来的？朋友送的。啊，什么朋友送的？有门路能搞的好酒，介绍我认识一下。这……难道你那位朋友是个女的，还是个有夫之妇？我算一下，这女的她丈夫姓李，对不对？你又知道了。这是我从你枕头底下发现的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也是一时糊涂，你知道，我一看到好酒我就把王大柱给杀了啊！你冤枉我，我没杀人，我怎么敢杀人呢？那这是什么？哎呀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李七前几日看到我，她让我帮她个忙。她说她丈夫是含冤而死，希望我假扮成鬼，晚上去捉弄王大柱一番。我一想这事儿吧，要他真的是含冤而死，我就帮他一把，再不济，我赚一坛好酒不是？你昨晚可曾见到王大柱？还真见着了。昨天临近宵禁的时候，我就把自己给扮上了。这路上连只野狗都没有，有个人影晃晃悠悠的。我一看，王大柱，这一看就是刚从酒馆出来，醉醺醺的。我只是想着捉弄他一番，
可他一看到我，眼珠子都这么大，噌一下转身就跑了。我看他撞进了一户人家，我怕把事情闹大呀，就赶紧回家了，一觉睡到天亮。你不信，你可以问王二他们，我可再没出来。好吧，那这东西我先替你保管了。哎，你在李三家又信口开河？哪有？没有证据，我也不会轻易下定论。那证据在哪儿？在脸上。哎呀，你这人怎么开不起玩笑啊？不说清楚不许吃。来，拿筷子。你可还记得今日在李三家发现的口汁？这口汁是近日才在长安城里流行起来的。每次只需用指尖轻轻抹一层涂于唇上，便可让女子看起来娇艳动人。子苏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不吃饭瞎折腾什么呢？干嘛？斗鸡啊？我们就先不说鸡，还是说说李七的那盒口汁吧。那口汁，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啊，那口汁看起来刚起封不久，但是其中的口汁却已消耗大半，绝不是每天正常取用的量。哎，还有，你记不记得我们刚进李家的时候，李七看到三炮流鼻血，就马上挡住视线，说自己不能见血。所以我推测，李七便是用这口汁代替血，在花三弟的脖子上画出血痕，然后再用绳子装饰。好，我今天在三弟家发现了一样东西，上面沾着口汁。神皮面具！别怕！来，子苏，这么说，杀害王大柱的凶手是他？我看并非如此。双叶，尸体上有什么异常？我昨天仔细地检查了王大柱的尸体，上面的确是有一些……行了，吃饭的时候别说这些。吃饭。吃饭。吃饭了，吃了。可有什么发现？死者的衣服上有一部分没有完全干透的小泥点，集中分布在后背、胳膊内侧和大腿后侧这3个地方。王大柱被发现时就是躺在地上的，是否是那时候沾上了地面的泥土？长安这段时间，你见着异地狱了？你的意思是，尸体被移动过？不好了！王大柱的妻子死在了家中。就死了！再不是说死是怎么突然就来气了？完了！这一招线路上，这小子就真是怪事，家族完了！是，你看看，怎么就……哎呀，快进！官人，
死者是砒霜中毒而死。怎么回事？官人，王七一直卧病在床，这刚刚醒过来，就说要喝水，结果喝了没2口，这人就没了。这双叶，验一验这些茶具。刚才他用的可是这个杯子。正是。这茶壶里面的水没有问题，但是这杯子里面有砒霜。啊！这看人呢，这。刚刚是谁给他端的水？是他，赵丁。是他。不是官人，是我给王嫂端的水，可是我没下毒啊，官人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他的手上也有砒霜。啊！官人，我冤枉啊！我不知道我怎么手上会有砒霜，我不知道啊。就是他，我经常看到他调戏王嫂。你别胡说八道好不好？就是他，我也看到了，就是他，肯定是他调戏王嫂不成，怀恨在心，才下了毒手。我是调戏了王嫂，但是我没下毒。证据确凿，还敢狡辩？真的不是啊，官人，真的不是，真的不是啊！啊！这没想到，究竟是这样的人，小道，这太坏了，是这样的人。就怕这种。这位大哥，你看什么呢？啊，我是看到你脖子上这个吊坠十分特别，忍不住多看2眼。啊，这是一朋友抵债给我的，珊瑚而已。啊，是，告辞。赵丁，走吧。哎，什么情况这是？收摊了。收摊了啊！凶犯抓住了。可以啊，三炮，我就晚来一会儿，凶犯都抓到了。嗯，怎么死的？砒霜中毒，凶手把砒霜涂在了手上，趁着给王七端水，把砒霜溶进了水里。我冤枉的，我不知道砒霜怎么会在我手上。还在狡辩，带走。哎，等会儿，能不能让我跟他聊会儿？哎，我说，我们这凶手都抓住了，你还有什么可聊的呀？三炮，你们俩留下。是。我们先回去整理案宗。哎我。官人，我冤枉的，那砒霜不是我下的毒，不是我下的毒。坐。官人，让你坐你就坐。啊。刚刚有几个人？刚刚好多人啊。我是问你屋里有几个人？屋里边有刘芳，我，青姐和沈家小妹，还有老吴。5个人。那你说说，王琦死前都发生了什么？越详细越好。王嫂说想要喝水，我就去端水。我看到老吴在不停地擦着一个杯子。他见我走过来，就把杯子递给我了。就是这样。后来呢？后来，我端着水走到床边，我走得比较急，绊了一下，还是刘芳扶了我一把。你说的这2个人，他们也住这附近？对，都是街坊。有人在吗？有人吗？
这位公子，您大叔，我赶了挺远的路，方不方便请我讨杯水喝？哎呦，当然可以了。这鬼天气啊，又闷又热的，到屋里吧。哎，里边请。麻烦了，大叔。哎，没关系。哎，对了，昨天晚上你可有听到什么动静啊？昨天晚上好像是听到了些声响。他老朽实在是太困了，就不曾起来查看。喝水。哎呀，我这年纪大了，睡得早，只要一睡下就懒得起来。嘿，哎，大柱家发生的事儿啊，真是太邪门了。大叔啊，请问刘芳住在哪边啊？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你这个院子还有个池塘啊，多雅致啊！官人见笑了，不过是地基下沉，下雨积水而成的烂泥塘。我这随便砌了砌，养点鱼什么的。哦，哎，对了，王大柱事发当晚，你在哪里啊？那晚我贪多了几杯，很早就睡了。那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？哎呀，我这喝多了，睡得沉，没听到什么动静。官人，这案子不都结了吗？难道有什么变故？哎呀，能有什么变故？我呢就顺便来讨碗水喝，然后呢随便问两句啊。走了，别送了啊。哎。哎，客官，里边请。哎，您吃好了。哎，慢走啊，客官。哎，里边请两位。王大柱跟王七的案宗已经整理的差不多了，只不过还是有些可疑之处。知道了。凶手抓到了吗？萨摩跟他耗着呢。哎呀，我们老大因为这个破案子，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。跟我走。给你们老大准备点好吃的。赶紧的。我能吃吗？当然了。这案子现在还不能结。那你倒给我说说，为什么不能结？真正的凶手另有其人。王嫂，别过来！我不是故意要杀你的！你走开！你走啊！走开！你走开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哎呦我去！哎呀，我说华三弟啊，你怎么回事啊？练的时候好好的，关键时候掉链子是不是？哎呀，那之前练得好好的，谁知道这儿有个坑啊？什么坑？什么坑？什么坑啊？你什么眼神啊你？哎，你不要怪我了好不好？反正他都已经承认了，目的不就已经达到了吗？真是的，真是。行了行了，你别说了，你要是不摔倒，他就会多说一点，省得我再多费口舌了吗？萨摩，别玩了。你不是说案子已经结了吗？是，案子是结了，现在正式结案。我实在想不清楚，我做的已经很好了，你是怎么开始怀疑我的？王七被杀当日，我来到王大柱家与你相遇，发现你盯着我的吊坠，两眼放光，说话时缩着身体，畏手畏脚。
让我开始怀疑，你是一个行窃多年的惯犯。没错，在这长安城中，我纵横了20年，从没失过手。可是，这与王大柱的死有何关联？这刘芳与王大柱又无仇怨。他们的确没有仇怨，只是因为王大柱发现了你的秘密，你才想要杀人灭口吧？你把贼赃藏在自家的水塘里，这样即使你行窃的事实败露，捕吏也很难找到证据。我注意到你家的池塘，这塘中之水久不流动，就是我们常说的死水，这会生成一种特有的腐败腥糟之气。我在王大柱的尸体上也闻到了这样的味道。再加上花三弟说，王大柱目睹李三缝头复活，在极度恐惧之下撞进一户人家。你家的门便很新，应该是撞断之后新换，证明王大柱当晚撞入的就是你家，因受了惊吓，精神恍惚，失足跌落水塘。你怕你的小秘密从此败露，恶从胆边生，将王大柱活活勒死。之后，你想到王大柱是刽子手，所以你就用推车将王大柱拉去刑场抛尸，想造成冤魂索命的假象，然后回家清洗掉推车上的泥污痕迹。你自以为谨慎，反而弄巧成拙。我发现你的指甲久未修剪，里面还藏有黑垢，头发整齐但却油腻，说明你不修边幅。那么在你凌乱的生活环境里，却摆放着一辆如此干净的小推车，实在是太奇怪了吧？那天给你的那碗水太贵了。没错，他自己不长眼睛，看见了我在水塘里藏东西，我怎么可能让他活着？可是王琦是一个弱女子，你为什么还要残忍地杀害她？你的确是挺聪明的，差点就被你摆脱了嫌疑。你想把嫌疑全部推到邻居赵丁身上，因为他才是那个把水端给死者的人。但是很奇怪，如果赵丁真是凶手的话，那为什么在事发之后不立刻洗掉手上的证据，反倒等着被发现？所以，我就将凶手锁定在老吴，还有你身上。老吴在别人家里莫名其妙地擦起杯子来，很是奇怪。可后来我去了老吴家一趟，便豁然开朗。老吴应该是一个有轻微洁癖的人，所以他才会把家里的东西都码得整整齐齐，擦拭杯子也就顺理成章。那么凶手只能是你。事发当日，你首先在手上抹上砒霜沫，然后故意绊了端水的赵丁，又假装好心将他扶住。你是个窃贼，手脚本来比普通人都快，你就趁机将砒霜抹在了赵丁的手上和杯子里。你自认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，环环相扣，可在我看来，只会让你的嫌疑越来越大。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要杀害王七了吧？那是他自己找死。她丈夫死的当日，我为了不引起怀疑，我就跟几个邻居陪她去刑场。我特意把沾满泥污的鞋换掉，可她看到我以后夸我鞋干净。哼，这事儿吓得我眼皮跳了好几天。回来我就想，她必须得死，她死了我才心安。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既然你已经认罪，那就跟我们走吧。带走。兄弟们，拿下！想什么呢？伽罗圣殿，为勇者居之；圣火清凉，为勇者御之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。看着预备。
难道这刘芳跟嘉兰还有关系？啊，元兄，嘿，你们听说了吗？那斋月楼的掌柜被抓起来了，活该！做出这种事情，真是财迷心窍。是啊，幸好沉香酒铺又回来了，要不喝谁家的酒都不是味儿啊。那还在这儿干嘛呀？去沉香酒铺啊！走，沉香酒铺去。走，走。怎么嫌我的酒不好喝呀？喝酒伤身，请各位切勿贪杯。为了您的妻儿，千万不要酗酒。李少卿，我正在给我的食客们进行营养知识讲座，课已经结束了，不好意思，下次请早。好了，各位，请牢记我们的健康诗：冬吃萝卜，夏吃姜，小酒适量保健康。沉香酒铺重新开张，切记哦。欠你的4坛酒。那，三毛啊，沉香酒铺老板娘多讲究啊！为了表示感谢，送你4坛酒啊！送的？哎呀，这酒香